短抽2次，短抽2次。Hello， 我是怪兽山丘的小饼，今天来一个好所在，今天来北欧的山林高地等流水的时间，我们来开箱，介绍给大家一个好东西。你的生命、你的安全，应该都凌驾在你的钱包、你的存款吧？这些相关的安全配备，真的不要省。所以，我们今天就来介绍防滑鞋。大家对防滑鞋为什么要求没有那么高？有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，台湾很多的钓场基本上都还是算蛮安全的，大部分都是提防型的。可是不代表以后你不会去礁石场，你以后不会去野场，不会去长满水藻的这些地方，所以防滑鞋就非常重要。一般型的防滑鞋，它其实拥有一个最基本的防滑鞋需要的部分，包含保护脚踝的部分，保护你的脚趾，也包含了止滑。不管是毛毡钉还是橡胶钉，基本上它都可以达到一定的防滑程度，只是说它适合用在什么样的场地。毛毡它比较适合像是溯溪这一类的，它不需要钉子去抓住这些礁石。再来是橡胶钉，橡胶钉在小饼子以前自己穿过的状态来讲，光滑的这种肉重，它还是有一定的防滑系数。肉重用高磅数水泥的状态下面，它的表面会非常的光滑。那如果你今天穿的是毛毡或是毛毡钉的时候，其实在这种光滑面的水泥肉粽上面，它其实会比较抓不住。可是如果你穿的是橡胶钉的话，在橡胶的部分，对于光滑面来讲的话，它的防滑系数还是比较高。毛毡钉可以让你去吸钓，可以让你去提防做钓，可以让你去很多钓场甚至上礁都有一定的防滑的保护能力。所以当你在买这些防滑鞋的时候，你要特别去注意说，你今天要去什么样的场地会比较多，买哪一类的防滑鞋底。大部分的台湾钓场来讲的话，其实毛毡钉会比较合适一点。如果说你有常常在关注怪兽山丘、关注小饼的话，你就会发现说，小饼前一阵子因为长时间的穿这种便宜的防滑鞋，所以我的脚趾头有指甲长期淤血的状态，所以导致说我的指甲已经比原本的状态少了大概一半，剩一半的时候，下面还在淤血渗血。那时候分享了这样子的境况的时候，其实有很多的钓友有跟我反映说，有可能我买到的鞋子，它的靴头虽然有保护性没有错，可是它的靴头的高度太低，可能那一双鞋或是说那一个牌子的鞋子也许不适合我。因为其实这种便宜的防滑鞋很多的厂商在做，不代表说你买防滑鞋它的鞋型设计就是合适你。所以说当你在买防滑鞋的时候，你要特别注意它靴头的高度是不是够的。如果不够的话，长时间的穿着之下，造成了你的脚趾头有淤青淤血的状态，这时候你就要赶快把鞋子换掉，不然到时候如果变得越来越严重，也许蜂窝性组织炎，也许有其他的问题，那得不偿失吧。所以当你在买这些入门的防滑鞋的时候，你就要特别注意这一些部分。可是如果你有预算的话，小饼真的会建议你买好一点的防滑鞋。现在其实有非常多的防滑鞋可以选择，不管是小饼刚刚拿的这种初阶的防滑鞋，还是说中高阶的这些防滑鞋，可以的话好好对待你的脚。本片有怪兽山丘周边贴纸抽奖活动，分享、订阅、按赞、留言即可参加。那现在小饼就来介绍我们这次买的新装备了。噔噔，今天要介绍的就是这款 Shimano 的 Limiter Pro FS175R。那这一款防滑鞋到底长怎么样？我直接来开箱吧。它里面内包就这样子，有没有看起来很爽？爽到小饼的荷包有点不要了。里面当然主产品就是它的这双 Limiter Pro 的这个防滑鞋。然后除了它这双鞋之外，它还有再附赠一个Shimano 自己的防滑鞋垫，这个鞋垫是让你做一个底部缓冲，它其实内部已经有一个鞋垫了。如果说你觉得这个鞋垫还不够厚的话，你可以再增加这一个鞋垫让它的厚度再增加一点点，让缓冲力可以再多一点点，然后你的脚会比较舒服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实体的部分 ，BOYA 就是钢丝鞋带的部分，当你往下压的状态。着紧，这个钢丝鞋带就会拉撑整双鞋子，紧紧的包覆你整双脚。穿脱的时候又非常方便，你只需要往外拉开，你的鞋子就会顺势的打开，然后放松了这些鞋带。这是一个非常方便的设计，不仅可以很轻松的穿脱，轻松的扭紧之后，让整双鞋包覆住你的脚，做到良好的保护。再来就是 Georock 的鞋底，除了说它是可以替换的，
它里面其实是一个魔鬼毡，它是那种比较高密度的，除了它可以替换之外，它还可以让你去选择不同的鞋底来做更换。然后像小饼买的这双 Limit Pro FS 175R， 它的这个 G-Lock 鞋底毛毡加钉加胶，它是3合1。以比例来讲的话，它以毛毡为主要，橡胶底为辅助。所以就可以让你这一个鞋底通用在所有的吊场。但是当然，如果说你想要把它更换成其他的鞋底，有不同的鞋底可以让你做选择，可以让你针对不同的吊场，因应这些吊场来更换你的鞋底，你会达到一个更方便、更安全的一个坐吊状态。然后再来就是 G-Lock， 它有做了3条的沟槽，这个就是为了因应说，当你在蹲下的时候，这个鞋底沟槽是有弹性，可以让你做这样子的弹性活动。然后像是这种便宜的防滑鞋，基本上它很软，所以它不会有那个问题。但是这时候我们就要去想，为什么这种便宜的防滑鞋它会这么软？相对毛毡的密度，或者是说它的鞋底的硬度材质会不太够，所以相对它当然很软。但是如果说你买了这种中高阶的鞋子的时候，相对的它的整体的保护性、它的硬度。不管是你今天去踩到钉子，还是今天去踩到什么样子的东西，它的鞋底的保护性都会比较安全。但也因为它鞋底保护性强，所以相对的它鞋底厚，然后鞋底厚的状态下面它就会比较硬，所以它为了增加鞋底的弧度弹性，它就增加了这个鞋底沟槽。这个鞋底的沟槽也会增加它的止滑效果。当然踩在礁石上面，除了这个钢钉之外，这些沟槽也可以产生一些止滑的部分。相对的，像这种一般的防滑鞋，有可能会有畅通无阻的状态，因为它没有鞋底纹路。这就像车子的轮胎一样，为什么这些车子轮胎会有这么多的不同设计沟槽？它其实就是为了因应不同的赛场、不同的道路来做一个良好的抓地力以及排水性的部分。那像防滑鞋的这个鞋底设计，其实也是一样。Gore-Tex 的部分应该不太需要细讲嘛 ，Gore-Tex 的这个技术应该有20年以上，所以大家应该会很了解。只要你有从事户外的活动，不管你要去钓鱼、登山，还是说其他的一些活动的话，基本上你应该都会接触到有关于 Gore-Tex 到底是什么样的材质、什么样的技术。通刮一句，外部防泼水，内部湿气往外排出，这是 Gore-Tex 最简单的一个形容方式。你的脚不会像是穿雨鞋一样，像我们穿雨鞋的时候，雨鞋当然它完全防水，可是雨鞋它有一个缺点，当内部潮湿的时候，或者是说你的脚是容易出汗的那一种的时候，你的雨鞋内部就会非常的闷热。可是如果你穿的是这种 Gore-Tex 材质的衣着鞋子，内部的湿气就会慢慢的排出来，相对来说你的鞋子就比较不会有闷热的问题。这是一个 Gore-Tex 材质比较简单的一个形容方式。然后还记得吗？小饼刚刚有讲到说，鞋子基本的一个设计就是除了它的底部防滑、鞋头的保护，再来就是脚踝的保护。所以我们现在讲回来 ，Limit Pro 它的鞋头设计比较高，所以当你在穿着这样的鞋子的时候，有时候你会感觉我好像在穿工作鞋。虽然说它不像一般工地工作鞋全面保护，可是它其实已经有做到很好的一个靴头保护了，不管是防踢还是说内部的高度，甚至是脚趾头的这个全面包覆，这个人工皮革的靴头保护很好的保护了你的脚趾头，再加上它的内部的空间高，它里面内部的空间足足有2指半的高度，2指半的高度来讲的话，你可能会觉得说，哦，它会不会太松，或者是说它会不会太高，造成你在走动、你在坐吊的时候，这个鞋子的晃动不会。别忘了，它有这个钢丝鞋带，它可以将你的脚紧紧的包覆住两侧，然后预留出脚趾的空间，让你的脚趾不会被压迫，而产生了这些淤青淤血的状态。脚踝保护部分的话，基本上我们光看它侧面用料的部分，你其实就会很明显的感受到这种中高阶的鞋子，它的脚踝保护性为什么会完胜这种初阶的防滑鞋。其实我们在上胶坐吊，或者是说有一些人去跳肉重的时候，你的脚踝保护就会非常的重要。也许你不小心踩到一个不适合的弱点，你的脚踝就会比较容易扭到。可是像这种鞋子搭配了 BOYA 钢丝鞋带，紧紧的将你的脚踝包覆在鞋内，它可以良好的保护住你的脚，然后尽量减少受伤的这种状况。所以今天为什么小饼会特别介绍这双防滑鞋？当然，除了小饼已经不想要虐待自己的脚，也想要好好保护自己的脚，推荐给大家。如果说你有预算的话，可以好好考虑一下这种比较好一点的防滑鞋，来保护你的双脚，不要再让这一些意外的伤害继续困扰你。好了，这就是今天的 Limit Pro FS 175R 的一个相关介绍，希望你会喜欢这一集。如果你喜欢怪兽山丘的话，欢迎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留言。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喽，拜拜！反抽2次。
反抽2次。靠背。下面老板。